从小到大，他都是所谓别人家的孩子，年年3好学生，考试第1，却因为父母离异，父亲重组家庭，变得爹不疼娘不爱。不料年仅18岁的他却被检查出身患绝症，仅剩3个月寿命。此刻他的内心对这个世界早已绝望不已。然而，直到他偶遇到一个名叫苏雨蝶的女孩，在他人生最后一段旅程中，那灰暗的世界却像一束光照进男孩心中。陈医生，我的病需不需要忌口？火锅、烧烤、奶茶、可乐这些我最近都可以不吃不喝的，我也可以早睡早起，不再熬夜。不，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吧。然而这一句话在庄子昂听来犹如晴天霹雳。陈医生，我还剩多少时间？最多3个月吧，看开一点，人都逃不开这一天的。作为医生，他见惯生死，本以为早已心如止水，但看到如此青葱少年，内心依然感到痛心。接着，庄子昂手握着篆书，他的大脑一片空白，浑浑噩噩地走在马路上。在18岁的年纪，在这桃花盛开的地点，生命却已经开始倒计时。他显然还没做好心理准备，眼泪顺着眼角无声的滑落。就在庄子昂不知该如何宣泄时，忽然看到服装店里挂满了花花绿绿的廉价衣服。此刻他的衣服上仍然沾着难闻的消毒水液，现在只想赶紧脱下来扔掉，似乎这样就能与医院划清界限。老板，那件衣服多少钱？30块，不过这个风格不太适合你。没关系，我很喜欢。接下来，庄子昂又专门去逛了趟书店，买了一套《天龙八部》，路过奶茶店，买了一杯春季新品芋圆波波。但回到学校，庄子昂却被保安拦了下来，直到他出示了学生证和班主任签字的请假权，才放他进去。现在的学生流里流气，像什么话吗？然而，当穿的大公鸡一样的庄子昂走进教室后，便立即吸引了全班同学的目光。我去，他抽什么风，居然穿成这样来学校？被教导主任抓到，起码3000字检讨起步。庄子昂昨天请了病假，这么一看是病得不轻啊。但此刻的庄子昂并没有理会同学们看怪物一样的眼神，而是径直地走向自己的座位，将芋圆波波递给前桌的女生。牧师，对不起，昨天放了你的鸽子，我给你买了奶茶赔罪。林牧师，校花级别的女神，这样的女生身边从来不缺追求者，可她对其他男生视若无睹，可唯独对庄子昂总是展露出柔情的一面。你怎么不回我信息呢？当庄子昂掏出手机时，这才发现有很多条未读信息，其中3条都是来自林牧师。庄子阳，我听李黄轩说你请假去医院了，你有没有事？电影其实也可以下次再去看的，如果你要是再不回信息，我就不理你了。哼！牧师，我没什么事，你喝口奶茶就表示原谅我了好吗？林牧师犹豫了片刻，还是端起奶茶轻抿了一口。本小姐只是口渴了，才没有原谅你呢。孩子，你这穿的什么玩意？不怕老张把你活劈了吗？说话的正是庄子昂同桌李黄轩，也是庄子昂的最好死党，一向以父子相称。儿子，我去了趟医院，想换个心情。不错，有品味，脖子上再加个大金链子，就更有味道了。对了，这个送给你。我靠，儿子你可真有孝心，这是中彩票了吗？这不还有8个月，就是你的生日了吗？林牧师听后笑得十分欢快，而确诊了不治之症的庄子昂却一时不知道该把这个消息告诉谁。因为庄子昂自打记事起，几乎每天父母都是无休止的争吵，即便在协商离婚的时候，庄子昂的父亲也一度不想要庄子昂，最后还是在爷爷奶奶的干预下，以传宗接代为理由，才把庄子昂留在了家里。1年以后，庄文昭带回来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，2年后他们便有了自己的儿子。父母都在工作，回到家中的庄子昂不想打扰他们，来到阳台的卫生角，犹豫了很久，拨通一个座机号码。喂，找谁呀？爷爷，我是子昂，我想你了。原来是子昂啊，爷爷也想你。庄子昂平日里感受不到亲情，只有寒暑假的时候去乡下的爷爷奶奶家，才能寻求一丝难得的心灵慰藉。爷爷奶奶，我周末回来看你们。不用，你现在学习任务重，别惦记我们，放暑假再回来也行的。那好吧，爷爷奶奶你们保重身体，我要去上课了。此刻的他实在没有勇气向2位最亲的老人说出这个惊天噩耗。第2天数学课，数学课的催眠效果相当好，才过去了5分钟，一大半同学都昏昏欲睡，而李黄轩也偷偷地看着《天龙八部》。儿子，你不要命了，在灭绝师太课上看小说。那么多人都在睡觉，老巫婆估计看不到我的，放心。不料李黄轩一意孤行，正当李黄轩正看到精彩之处，忽然感觉迎面来一股杀气，抬起头便对上了吴秋芳那凌厉的眼神。李黄轩，到黑板来解一下这道题。接着李黄轩来到讲台，手里拿着粉笔一动不动。我勒个豆，这么难的题，除了那些没有感情的学习机器，谁解得出来？就你这数学成绩，还有脸上课看小说？你跟庄子昂坐在一起，就不知道多向人家学习吗？小说还是他给我买的呢。没收了，你给我去后面站着听课。庄子昂，你来解这道题，给同学们做个正面示范。而庄子昂作为超级学霸，解这种难度的题，简直就是信手拈来。可庄子昂听见老师叫自己，却明显愣了一下，来到黑板前，
却也驻足良久，无法下笔，满脑子都是那张诊断书。庄子昂，你怎么了？吴老师，我不会。怎么可能？接着，庄子昂手中的粉笔头坠落在地，不争气的眼泪再次涌了出来，整个人都被巨大的悲伤包裹，像个孤独的小孩。假的吧？这种题的难住庄子昂，开什么玩笑？学霸就是学霸，做不出来数学题，居然能集库。牧师，难道他向你表白，被你拒绝了？而此刻座位上的林牧师盯着庄子昂的背影，内心蓦然一阵心悸，因为他与庄子昂做了多年的朋友，从没见庄子昂这么伤心。庄子昂，别哭了，回去吧。吴老师，我想去洗手间。唉，乖孩子，快去吧。就在庄子昂走出教室后，庄子昂彻底控制不住自己了，哭得撕心裂肺。我万万想不到，我只是请假去医院做了一下检查，不料医生却告诉我已身患绝症，只剩3个月寿命。回到学校的我早已失去往日的状态，直到上课回答不上老师问题而遭同学们的嘲笑时，我的内心彻底跌入了谷底，而他的出现却把我从深渊中拉了回来。喂，你一个大男生一直哭鼻子，不害羞吗？你不上课的吗？小点声。你好，我叫庄子，9班的。苏雨蝶，23班，你可以叫我小蝴蝶就行。我记得我们这个年级一共就22个班吧。庄子瑶，你可以帮我把鞋子捡起来一下吗？不是，你一个女孩子怎么爬那么高呢？好玩呗，你帮我把鞋穿上吧。庄子昂犹豫了片刻，还是伸出手去帮女生穿好了鞋。笨手笨脚的。你才笨呢，没事爬那么高，还穿着裙子。好高啊，我有点害怕，你接住我。好。哼，快放我下来。好的。好端端的，你躲在这里哭什么？我遇到了一些难过的事，想要发泄一下。不害羞，我也遇到了一些难过的事，都没有哭鼻子呢。不一会儿，悦耳的下课铃声响起，迎来了愉快的午饭时间，各个楼层的教室都躁动起来。你要是不开心，我带你出去玩，吃好吃的，没有我的允许，别再哭鼻子了。听着这略显霸道的话语，庄子昂竟鬼使神差的点头答应了他。你为什么要逃课呢？我没逃课，我是去摘银杏叶的。胡说，明明是上课时间，你怎么不在教室里？我们班是体育课，那你呢？为什么逃课？我也没逃课，我向老师请了假的，我不想被人看到流眼泪。那我带你去吃好吃的吧，这样心情就会变好了。阿姨多放点辣椒。好的。庄子瑶，你在这里等我一下，我去买可乐，你喝可口还是百事？可口吧，谢谢。几分钟之后，初相识的两人便坐在一起吃着油炸土豆。卖土豆的阿姨很时尚，放了许多辣椒。把你的伤心事说出来，让我开心一下呗。你是想在我伤口上撒盐吗？不会呀，伤心事说出来的话，或许就没那么伤心了。我12岁那年小学毕业，暑假的一天晚上，我爸说要全家一起去海边旅行。我从来没看过大海，兴奋的整晚睡不着觉，连夜收拾好了行李。哇，你爸爸真好，我也从来没看过大海。可当我第2天醒来，发现他们3个已经走了。原来我爸口中的全家，并不包括我。喽，你要不要尝尝我的？不都一样吗？不一样，这是我喂你的。接着，庄子昂尝了一口他的土豆，味道依旧是一样的火辣，却又有一丝丝甜意从心头泛起。我14岁时考试全年级第1，学校开家长会，老师想让我的父母上台讲话，分享一下教育孩子的经验。可我爸叫我妈去，我妈叫我爸去，最后他们都没去。庄子瑶，你流鼻血了，对不起，一定是这土豆太辣了。随即苏雨蝶慌忙掏出纸巾帮庄子昂止血，用手轻轻托着庄子昂的后脑勺，小心翼翼地帮他擦掉温热的鲜血。谢谢你，我最近半年经常流鼻血，不是土豆的原因。随后苏雨蝶从兜里掏出一把钞票，略数了一下，抽出2张零钱，剩下的全塞进了庄子昂手里。我留点钱坐车回家，剩下的都可以请你吃东西，反正我难过的时候就会疯狂吃好吃的，好像就不那么难过了。嘿嘿，人世间唯有爱与美食不可辜负。不过我是男生，我请你吧。不，今天我请你，下次我难过的时候你再请我。那好吧，我这人脸皮厚，一向不跟人客气。两人吃完土豆后，再度踏上征服美食之旅。哇，庄子阳，这个好好喝呀！你小点声，别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真的很好喝的，你要不要尝尝？你都咬成这样了，我怎么尝呀？不料苏雨蝶像变魔术一样，竟从身后拿出一根吸管。刚才买可乐的时候，我多要了一根，来喝一口。庄子昂盯着女孩清澈的双眼，犹豫了一阵，终究还是没忍住，低头嘬了一口。庄子阳，我们应该算是朋友了吧？当然了，你是我来这里交的第一个朋友。什么？第一个朋友？我原本是被全球通缉的国际杀手，谁知因为一次意外，竟让我穿越到了另一个平行世界。
岂料重活一世，由于父母的催促，刚成年的我便无奈的前去相亲，结果开局就一网炸，相亲对象张口便要5个亿，还要自己入赘，而自己却不知道眼前这个相亲对象竟是新都黑道千金。彪哥，我今天相亲碰到个捞女。怎么捞了，薄冰哥？那捞女刚一见面就捧着个臭脸，结婚说要我带5个亿资产入赘，还说3年不许同房，要是有了孩子，只能喊他妈妈，不许喊我爸爸。那我岂不是成了生育工具人？消息另一头，沈月月看着对面回过来的消息，眉头微微蹙起。怎么这内容听起来像是我自己刚刚才说过的呢？接着，沈月月沉默片刻后，给对面发去消息：薄冰哥，可以拍张照吗？我想看看这捞女长什么样。方圆看到彪哥回的消息后，便瞥了瞥对面的女人。不得不说，对面长得还是挺漂亮的。来，彪哥，帮我狠狠地批判一下。随后，沈月月看着传过来的照片，彻底沉默了。我身为新都最大黑道家族沈氏的大小姐，现在竟被人当成捞女。不对，相亲对象明明该是顾氏的少爷，怎么会是这家伙？接着，沈月月目光扫向桌上的立牌01号。我靠，没错，是这里啊！你叫什么名字？搞什么飞机？相亲都不知道对面名字。方圆。有意思，果然不是。不过在这儿都能碰上这小子，还真是孽缘不浅。原来之前他和方圆是打游戏认识，当时双方互喷对方垃圾操作，甚至扬言要进行线下 PK。我当年手持一把西瓜刀，从南大街一直砍到蓬莱东路，眼睛都不眨一下。我当年杀人无数，3000号国际刑警开着直升机追杀我呢，双手插兜，不知道什么叫做对手。沈月月想到这儿，俏脸微红，以前都当线上谁有，自己竟没想到还真有见面的一天。不行，这小子掌握自己太多秘密，得想办法做掉他。一旁的方圆见彪哥迟迟不回自己消息，便无聊的搅起了咖啡。您好，这里好像是我的位置。此刻方圆沉默片刻，默默伸手旋转桌上立牌。抱歉，我搞错了。你挨个鬼啊挨！这混蛋心底肯定又在编排我。青年名为顾清寒，来之前他父亲跟他再三嘱咐，这次相亲至关重要，关乎顾家在新都的未来。您好，骆小姐，我是顾。为什么迟到？抱歉，沈小姐，路上塞车，实在没有办法。道歉之后，沈月月也没理会理由真假，心里依旧想着怎么给方圆这个混蛋骂回去。我擦，彪哥，我搞错了相亲对象了，这个才对。彪哥，你看这个女生怎么样？又可爱又养眼。我迟到了，她也一点都不介意，心地善良，善解人意，这不比那捞女强？这时的沈月月看着照片中扎着2个丸子头的可爱女生，气得银牙紧咬。这个混蛋，心地善良是吧？善解人意是吧？你是坐什么车来的？我坐的是马自达。我们坐的都是L186，你坐马自达，根本没资格来参加这次相亲。众所周知，成年人相亲大多都是在父母的督促下进行，而我也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前去相亲。谁知相亲对象不仅是我的线上好友，还是新都的黑道千金，而我却浑然不知。沈小姐，我真不是有意知道的，而且也才不到3分钟，看在你我2家世代交好的份上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机会？我问你，从你顾家到这咖啡馆有多远？40里地，你开车开了3个小时，你是王八吗？算你8点出发，走也走到了，你迟到了3分钟，就是不重视这次相亲，就是看不起我沈氏。回家等电话，有结果通知你，快滚！顾清寒讪讪离去后，沈月月看着手机里的消息，胸中的闷气怎么也捋不顺，斟酌再三，还是决定回消息给自己行为做解释。你也说你搞错了相亲对象，这就说明那女生说那些话并非针对你，说不定事出有因呢，不应该随便认定别人是捞女。彪哥，你变了，你以前不长脑子的。此刻的沈月月被气得两关紧拧。这才是我彪哥，直接开喷。好了，不聊了，事都过去了，我在相亲呢。过去了？谁允许你过去了？你小子还想相亲？方圆，你给我等着，今天有我沈月月在，你今天这亲还想相成功？在最无助的年纪里，遇到的第1314个最想照顾一生的女孩，柳如烟小姐。情况是这样，我妈给你的资料有一些过时了，我现在并不是红圈所的实习律师，因为一些原因，目前的我是处于无业状态。这件事我没跟我妈说，主要是怕他们担心。如果你觉得受到了欺骗，我真心为此感到抱歉。有什么要求你可以提，我会尽量满足，表达我的歉意。没事哦，你能来我就已经很开心了。柳如烟的温柔和善解人意，不由得让此刻的方圆好感大增。柳如烟小姐，你不用安慰我，你尽管提一些要求，不然我心里过意不去。那我就叫你方圆，你就叫我如烟，这样行吗？方圆这混蛋肯定被钓成翘嘴了。行，那我就直接称呼你如烟吧。如烟，你是一个好姑娘，
但我目前的情况是，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可能都没有一份好的工作，每个月拿着2、3千的工资，养活自己都困难。我既买不起房，也买不起车，更养不起孩子，我或许一辈子都无法出人头地，也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。如烟，这杯咖啡就当我请你的，很高兴认识你，祝你能找到一个好的伴侣。这逼养的还挺绅士，打游戏的时候，你小子可是3句不离亲人和器官。看来方圆这亲是相不成了，可恶，这口气根本就出不了。方圆，你说你给不了我想要的生活，那你知道我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吗？对我来说，能和相爱的人一起安稳过日子就已经很幸福了。买不起房，那我们就去租房子；买不起车，那我们就坐公交车。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出人头地的，只要和相爱的人一起，再小的面包也能填饱肚子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这个世界怎么可能存在这么好的女孩子？都是骗人的，我不信。作为曾经的杀手，直觉告诉方圆，对方有问题，因为对面实在是太完美了。就算方圆的目的就是推掉相亲，但面对这样的女孩，水泥封心都能给撬动了。那岂不是说，终于到我出场的时候了？还想相亲成功，做梦呢！接着，沈月月缓慢走到2人面前。怎么是他？他来做什么？只见沈月月右手轻抚腹部，面露委屈。方圆，我怀孕了。我万万想不到，我只是与我的线上好友分享了我那相亲对象是个 low 女，谁知黑道千金为了报复，竟直接当场说怀了我的孩子。不料一旁的柳如烟听后，不仅不责怪我，竟还想跟我私定终身。方圆，我怀孕了。你怀孕关我什么事？坏了，这事情都没解释清楚，这不是妥妥的渣男发言吗？接着，方圆目光偷偷瞟向柳如烟，只见柳如烟脸上厌恶之色一闪而过，紧接着又恢复原本懵懂无知的模样。这俩女人感觉都透着一股子怪异。是啊，和你没关系，对不起，方圆，是我自作多情了呢。这孩子也许就不该来到这个世上吧。宝宝是妈妈没用，留不住爸爸。呸，渣男！这什么跟什么？我到底招谁惹谁了？你没事吧？不会吧？这种情况下，柳如烟为何还会关心我？这也太过了吧！不行，两个女人都有点不对劲。现在趁舆论没扩散，先把这个诽谤自己的家伙给带走。如烟，我有些问题需要处理一下，非常抱歉。走吧，我们单独聊聊。孩子他妈。好的呢，孩子他爸。都怪昨晚那群女人，非要搞车轮战，害我晚起，这该怎么和父亲交代？正当顾清寒一筹莫展之际，忽然顾清寒眼角余光扫到沈月月和一男人牵着手从咖啡店出来。太好了，就说这一切是沈月月瞎搞在先，这下在父亲和骆太爷面前都好交代了。为什么诬陷我？我有说错什么吗？我不是解释说和你没有任何关系吗？好了，别演了，我到底哪里得罪你了？的确一开始是我坐错了位置，但我什么话也没说，但总不至于浪费你3分钟，你拿你的名誉诋毁我吧？你确定什么话都没说？你私下骂我捞女怎么说？没错，就是你浪费了我3分钟，把我相亲搞砸了，所以你也别想好过。你相亲砸了，不是你自己的问题吗？是个男人都不会答应你那变态条件吧？算了，这种女人就不能跟她讲道理。我知道了，我错了，行了吧？现在大家相亲都砸了，也算两清了，你我各回个家 ，OK？ 那么好的女孩丢了，她心里一定捶胸顿足，难受死了。儿子，相得怎么样了？那女孩不错吧？老妈，你是不是点进什么乱七八糟的相亲网站，还交了介绍费？没有啊，是那姑娘不好吗？给了多少钱？那介绍人说有个条件很好的姑娘，好多家长抢着要她信息，这是看你资料不错，先给你介绍，就收一点手续费，也才18万。不对，到底多少钱？18万0100。还不对。我是你妈，你小子再逼逼，等你回家，老娘抽死你！老妈，大哥在不在你身边？你把电话给他，我跟他说。接着，方圆跟大哥方正讲解了事情的大致经过。大哥，事情差不多就是这样。我怀疑那个柳如烟是打着相亲名号的骗子，不光是先在网站上收一笔费用，线下他们会专门派人去维持关系，以免告发，典型的杀猪盘套路。好，我会跟老妈讲清楚的，争取能把损失拿回来。那就先这样吧。大哥，你也多劝劝老妈，别老想着给我介绍对象，我先挂了。事情算是完美解决了，以后应该有相当一段时间不会被老妈折磨了。你还没走呢。可恶，这混蛋早就知道对方是杀猪盘，岂不是说我拿自己名誉纯当了小丑？随后方圆直接越过沈月月，径直离开，而沈月月却亦步亦趋的跟在后面。彪哥，怎么办？刚才和你说的那老女痴汉尾随我，如果我失了身，请为我证明我也曾努力反抗过。我原本是被全球通缉的国际杀手，谁知因为一次意外，竟让我穿越到了另一个平行世界。岂料重活一世，由于父母的催促，刚成年的我便无奈的前去相亲，结果开局就遇王炸，相亲对象张口便要可以，还要自己入赘。
而自己却不知道眼前这个相亲对象竟是心珠飞到千斤。你妈了！这个混蛋又在编排我，你等我把点踩到了，以后有你好受的。接着，两人一前一后走了许久，沈月月依旧没看到方圆停下。这混蛋不会故意在绕路吧？算了，跟着就跟着吧，毕竟路也不是我的。一段时间后，方圆回到自己租住的小屋门前，刚用钥匙打开房门，突然一道身影猛地窜了进去。你这是私闯民宅，出去！哦，民宅，这房子比我家厕所都小，也叫民宅。哎，你还养了猫？丑萌丑萌的。大姐，这是我家，别这么自来熟悉嘛，快把猫放下。这猫叫什么名字？猫就是猫，没有名字。那就叫它小圆。你看小圆答应了。这小地方你收拾还挺干净的，房间整洁无异味，我猜不是伪囊就是给。你是哪一个？此刻的方圆白了一眼，没有理会，因为咖啡店里方圆被一女生泼了一身咖啡，现在非常难受。我要洗澡了，你赶紧走。你洗就洗呗，大男人还怕走光，我还怕长针眼呢。女流氓！接着，方圆在沈月月眼前直接脱掉衣服。你还真当我们能脱？变态吗你？你都不拿自己当外人，那我在我家脱个衣服怎么了？要怕了就赶紧走，我也不确定我会不会对你做出不好的事情。你仅可以试一试。方圆目光落在沈月月充满诱惑的身体上，便摇头叹气的走进了卫生间。你啧什么啧，混蛋！在我洗完澡之前，你最好已经离开，否则我可真要报警，告你私闯民宅。我衣服呢？方圆侧头向外面看去，只见沈月月脚上穿着自己的拖鞋，手里揣着自己的衣服，还晃悠着手机在拍摄。女流氓，快把我衣服还我！你这是侵犯隐私、侮辱人格，还有强制猥亵。哼，我违法。那牛郎拿了织女的衣服，我也没见牛郎被判刑啊。有本事你自己出来拿啊！嘿嘿。正当沈月月举着手机笑得嚣张时，浴室里的方圆竟赤身从里面大摇大摆的走了出来。你在做什么？我要长针眼了，快回去，否则我告你非礼啊！随后，方圆一把夺过沈月月手中的衣物，慢条斯理的穿了起来。那你告去啊！我一没实施侵害的客观行为，二没实施侵害的主观意图，我看叔叔定谁的罪？那我告你强制猥亵，还有你到底穿好衣服没？穿好了，就你还告我猥亵？我手里有你赤身裸体朝我走来，意图不轨的视频证据，法律是讲证据的，小子，有了这个，到时候还不是我说什么是什么？那叔叔问你，你进入我家的目的是什么？拿我衣服的目的是什么？举着手机拍摄的目的是什么？你回答得出吗？拜托，法律不仅讲证据，还讲脑子的。方圆，你，哼，我饿了，去做饭。哼，靠腰嘞，你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啊？你干嘛？有没有礼貌？我都不计较了，你还这么小气干嘛？大小姐，你报复也报复够了吧？我实在没心情陪你闹，大家现在一拍两散吧。你再不开门，我把刚才的视频传网上供大家欣赏，告不了你，我也要你丢脸。随便你，最好发的人尽皆知，我好直接告你传播淫秽物品和侮辱，这下犯罪事实直接清楚了。那还有你家猫，再不开门，我把小圆给。你的鞋，回来。看来你这家伙不仅人讨厌，动物也不喜欢。那看来他做出了自己的选择。再不开门，我真把小圆给带走了。你带走好了，他对我来说就是累赘。卧槽，你这混蛋这么冷血的吗？哼，我如果冷血，那我当初就应该直接看着他死。我救了他，给他一碗饭，作为饲养者，我已经尽到了自己本分了。他现在选择了你，你要带走就带走，要丢就丢，之后我不会再管他分毫。一旁的小圆似乎是听懂了屋内方圆的意思，便来到门前，用爪子疯狂挠着房门。你这家伙怎么这么幼稚？小圆就是一只猫，它哪懂人的弯弯绕？那这种笨猫我更不要。方圆，你混蛋！小圆我不带走了，我也不进屋了，我走行了吧？随后，沈月月在一旁看小圆抓了半个小时，方圆依旧没给开门。哼，冷血怪物，小气鬼！小圆跟了你这个主人，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。说完，沈月月便抱着猫离开了方圆家。小圆别怪我狠心，我也是没办法。之前一直为炒作工作的方圆，为了救小圆，因为治疗费不够，还跟大哥借了5000，同时也造成了现在的经济窘迫。算了，今天被折磨的够多了，还是明天去找工作吧，累了。我只是向我的网上好友发了一句语音，不料竟让相亲对象跟到了我家里。当我一气之下将他和之前收留的小猫赶出门后，面对他口中说的冷血无情，我也只能一味的叹息。你主人不是故意丢掉你，他只是把你寄养在我家几天，很快就接你走了。大小姐，家主喊您回去。好。大小姐，潘夫人她不是很喜欢外面的流浪动物。休书，我们先去趟宠物医院开个证明。大小姐，
还有就是家主收到一张您和陌生男子牵手的照片，希望您回去之后能做以下解释。哪个臭傻逼给他打小报告？核对一下，这只猫是不是1星期前那位姓方的先生带来复检过？就是这一只猫，毛色斑块对得上，丑萌丑萌的。说起来，那小帅哥是真俊，可惜不加 V。去，别胡说！你能和我讲讲小圆具体是什么情况吗？1个月前，小圆刚被方先生送来，那时候小圆预估有10多天没有进食，真的差一点就死了。当时我们治疗起来也头疼，我们给方先生算了大致的治疗费，保守要1万，还不一定能活过来。当时我们的建议是安乐死，但方先生坚持要治，好像还打电话跟人借了5000才交上费用。话说，小姐，你是那位方先生的女朋友吗？谁是那家伙的女朋友？脾气又臭又硬的家伙，一辈子打光棍才好。这样嘛，玳瑁猫虽然毛色混杂，看上去又丑又凶，但它的性格真的很温顺，就像有些人一样，面上看上去冷硬。那家伙嘴这么硬，估计宇宙毁灭了，也还能剩下那张嘴。沈月月回到庄园后，此时的大厅内一座满人。沈月月的爷爷沈风月、二叔沈景恒以及二叔的妻子潘金莲，还有二叔家2岁大的儿子沈秋生。至于沈月月的父母，在10年前的一场车祸中离世了，而哥哥沈天辰因为童年时期的一起绑架事件，导致半身瘫痪。月月，你怎么什么野家伙都碰啊？也不嫌脏？哼，脏不脏？拿证据说，有些猫倒是表面干净，若到医院查查，说不得有什么病。介绍这种猫的人也真是黑了良心。小月啊，今天的相亲相看的怎么样？哼，不好，顾清寒10几公里的路都能迟到，我觉得没有必要谈下去，就让他滚了。是吗？我怎么听李家人说是小月你和男人拉拉扯扯，关系不清呢？二叔，管好二婶，我们是沈家人，有些话在家里面说说也就算了，让外人听到算什么？你回屋里吧，我让阿姨剩饭给你。沈景恒，我是你妻子，错的是他，他和别的男人不清不楚，照片顾家都发过来了，我不过讲出事实，你就要赶我走。此时的潘金莲撕破脸色，在场众人脸色都阴沉了下来，就连一旁洛秋生也都哭了起来。沈景恒，你他妈敢打我！为了一个侄女，你打你老邝，我要跟你。一旁的潘金莲不理解，结婚5、6年，她从未见过沈景恒如今这种。回屋，要么就离开沈家。接着，潘金莲眼眶含泪，委屈地咬着下唇，抱起哭闹的沈秋生离开了餐桌。抱歉，二叔，他的手确实伸得宽了些，吃个教训也好。我们是沈家人，等到他真正把自己当作沈家人的时候，会理解我的。因为新都黑道势力的长久力量，家族团结是根本，成员间可以竞争，但不能相互质疑和侮辱。所以，此刻的沈月月丝毫不担心自己会受罚。对了，小月，你可以和爷爷介绍一下你那个小男朋友吗？爷爷，就是一点小误会，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的。如果没关系，你能跟到人家屋里去，在爷爷面前就没必要瞒着了。穷小子怎么了？你爷爷当年也是穷小子过来的，你大奶奶还不是看上了我，还说非我不嫁。我已经看到照片了，这小子有我当年一半帅，你看上他不是没有道理的，娶回家当个花瓶看看也好。爷爷，我说过，我要嫁的人一定不能比我差的，他可以没有身世，但一定要有能力。我们不是一般的人家，可以无风无雨的过一辈子。有时候是真觉得自己人老了没用，还不如一个小辈看得通透。爸，小月瞎说的，您别往心里去，他分明就是在点我。你二婶是普通人，眼皮子浅，容易被人蛊惑，但我们俩相爱就足够了。做夫妻，重要的是风雨同舟，而不是利益考量。还是景恒懂我，小月，多听听你二叔的话，小脑袋装太多可是会头秃的。小月，有空你把他喊家里，我们一起吃个饭。爷爷，我都说了多少次，我和他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不跟你们说了，我都气饱了。哼！随后，沈月月便抱着小云离开了大厅。谁跟那家伙男女朋友？我这个家长做的真失败啊！如果景城夫妻俩在，小月也许会更自由些。小月虽然想法偏激了些，但她为家族考虑是好事。要不我去调查一下那小伙子的身份背景。不了，先让他们自由发展吧。有时候开心比一切都重要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爸，自从关家将士整并退之后，有些家伙开始蠢蠢欲动了。又要刮骨疗毒了吗？沈家真的当不起他的刀了。我原本是被全球通缉的国际杀手，谁知因为一次意外，竟让我穿越到了另一个平行世界。岂料重活一世，由于父母的催促，刚成年的我便无奈的前去相亲，结果开局就一网炸，相亲对象张口便要5个亿，还要自己入赘。
而自己却不知道眼前这个相亲对象竟是新都黑道千金。小月吗？哥是我，方便进来吗？抱歉，小月，我想休息，如果有什么事可以和哥哥说。没有，哥保重身体。如果交男朋友了，可以给哥哥看看，哥哥替你把关。是不是爷爷二叔他们跟你瞎说了什么？为什么一个两个的都喜欢往男女朋友上靠？难道男女就没有纯友谊了吗？在杀掉江天镇前，得帮小梅安排好一切。若是能看到小梅出嫁，那便再好不过了。方圆，只要你能让小梅开心，就算你是一个普通人，我也能让你变得不普通。这时的沈月月回到房间后，便抱着小妍躺到了床上。哇，这就是吸猫的感觉吗？这比自家小妍香太多了。小虎，把你的脏脚放下去，不许上床，还有不许欺负小圆，不然妈妈抽你屁股。彪哥，上号。上个屁号，就因为你小子害得我尴尬至极，没心情，不上。那我开了。不许开，我不上号，你也不许玩。彪哥，你现在脾气怎么跟我今天碰到的捞女一样？看到消息后的沈月月瞬间紧张了起来。不会被认出来吧？不对，自己游戏资料填的男的，也没开过麦，不可能认出来。这家伙又喊我捞女，真的是找死！什么跟什么，哥们纯爷们脾气。还有不都说了，不要随便叫人捞女，不尊重女性的男人都是虾头男。我彪某不屑与之为伍。那我兵某也宣布与虾头男割袍断义，行了吧？刚我看了照片，我发现第二个女生虽然长相甜美，但表演痕迹颇重，内心绝对没有表面看上去那么单纯。牛啊，彪哥，一张照片就能看出问题，我到后面才发现那女孩有那么一点问题。福尔摩斯来了，都得喊您一声彪神探。那彪神探，再说说第一张女人照片，你能看出什么吗？此时的沈月月看着方圆的问题，犹豫许久，不知如何开口，因为她不知道怎么才能把自己夸得隐晦一些。算了，不管了，天生丽质难自弃，我多夸点自己怎么了？第一张照片中的女生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漂亮，这绝非仅仅流于外表的惊艳，而是一种美的气质。这样的女生实属宝藏。不行，这也太尬了吧。接着沈月月犹豫许久，还是选择发出，随即丢掉手机，将头埋在小圆肚子里。方圆那混蛋会怎么回呢？要是敢反对，明天就找人揍他。不敢苟同。方圆，你死定了，耶稣也留不住。我说的。不过确实漂亮。正气头上的沈月月看到方圆的下一句回复后，火气瞬间下去了大半。算了，捡个行，小揍一顿。那在你看来，这个女生是怎么样的人？娇蛮、暴力、男人婆、猥琐、好色。不就踹了你几下门，拍了你的裸照视频吗？你这么说我，方圆，你死定了。这回上帝也留不住，明天就把你家拆了，再把你扒光示众。不过心地倒不坏，最多有点大小姐脾气，不说话的时候还是挺可爱的。勉强算个立功，那就揍一顿。OK， 我懂了，你明天晚上走夜路的时候记得小心点。啥？话说这家伙没有工作是吧？那就先把他招过来，这样就可以随时掌握他的动向了。等到他惹我生气，那我就可以随时揍他出气了。我真是个天才。随后，沈月月正要把视频拖入垃圾箱，心里却突然泛起一丝好奇心。这小子气我那么多次，那看他个腹肌不过分吧？我原以为相亲对象跟随到我家这件事不会掀起风浪，谁料相亲对象的真实身份却让我卷进了黑道家族的风暴里。正当沈氏成员都在讨论我是否有资格入赘沈家时，而我却不以为然。抱歉，阿莲，如果我不这么做的话，爸一旦做了主，我们就真的什么都挽回不了了。团结是沈家的家训，没有他，沈家也撑不到现在。我知道了，景恒，我以后会注意的。但是景恒，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我们家好。我们和沈天辰、沈月月两兄妹说到底不是真正的亲人，而且那丫头有心机的很，每次和老爷子讨要东西时，连他瘫痪的哥哥那份都一起要。而景恒你又什么都不争，就连凯撒宫、叶兰都被沈月月要去了，他摆明想争家主的位子。老爷子年纪大了，就算是为了秋生，景恒你也要去争啊！等等，不是真正的亲人，这种话你是从哪听说的？我只是问问，没有责怪的意思。我是听顾家夫人他们讲的，老爷子先后有2任妻子，咱妈是第2任。景城大哥他们出车祸的时候，你还在国外读书，不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。咱妈在车祸后没多久就被老爷子幽禁了起来，逃出去后死在路上，根本不是病逝的，是老爷子他们瞒着你。咱妈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啊。原来如此嘛，我知道了。阿莲，你以后一定要多和圈子里的人交流，帮我建立好关系，我的好夫人。我会为了咱们这个家努力的。这次顾家的不行，咱再找，一定得把她嫁出去，不能让她在这个家待着。她替她那瘫痪的哥哥把持的产业，也得想办法要回
回来，还有她那个男朋友，得让他们分了。现在的小男生算计也多，估计就想着傍富婆，要让她得了手，入了赘，这个家指不定后面怎么闹腾。沈景恒听后，神色复杂的看着潘金莲漂亮的脸蛋，一一应和着。他似乎有些理解了自己侄女在餐桌上说的话。普通人进门真的是害人害己。可谁让这个女人长得实在让我喜欢呢？先用阿莲把那群觊觎我沈家的家伙都调出来了，等到她知道自己犯了错，会乖乖听话的。第二天，方圆便接到了网上面试的结果。你好，方圆先生，我们是做商 K 夜场的，叫凯撒宫，请问您下午5点有时间来面试吗？有的，我会准时到的。方圆挂断电话后，面色有些奇怪，因为自己刚准备找工作，但大清早竟有人直接找自己面试。卧槽，底薪1万，上6休1，晚8点到凌晨2点，这确定不是要我去坐台吗？做服务员都比我之前在律所实习给的工资高，真离谱。方圆躺在床上冥思，小圆的离开导致方圆心里也有些空落落的，一丝难明的感觉渐渐在心头滋生。一个人真挺孤独的。谁？二哥，是我，放假了，我来找你玩，快把你家猫素素端上来。听着这熟悉的声音，方圆嘴角一抽，是他小妹方圆。昨天送走一位麻烦精，今天又来一位，其实一个人也挺好的。你二哥不在家，你改日再来吧。哥，快开门，我同学也在呢，可别逼我出手啊！服了，这暴脾气简直和老妈一模一样。门外的方圆原地蹦跶，一脸想要飞踢破门的模样。见开了门，还有些失落。开门的方圆随即将目光投向门外另一名女生，模样文静端庄。你好，这位同学，我是方圆，是这丫头的哥哥。你好，方圆哥哥，我是方院的同学，叫肖荣宇。你好，你好。对了，小妹，猫我已经送人了，没什么事的话，赶紧回家写作业去吧。哥，你怎么这么无情？猫猫这么可爱，你怎么能送人呢？还有送人前为什么不通知我？万一我要养呢？哥，你侵害我的优先抚养权，我要你把猫猫赔我。法律不存在动物优先抚养权的规定，猫作为我的个人财产，我依法享有处分的权利。随后生气的方圆后撤一步，一记回身踢就朝着方圆下身踢去，不料方圆立马被哥哥抓住了破绽。二哥，我错了，松开。可以把圆圆放下来吗？方圆哥哥。行，不过方圆，你要是再闹，我就把你小时候剃光头的照片公布于众。哥，你敢？方圆哥哥，我听圆圆说，她的功夫都是你教的呀。什么功夫？你们武侠剧看多了吧？我就教了点街头打架的下三滥招数。真的吗？但圆圆真的很厉害，把学校里的跆拳道主将都打败了。什么？方圆，你跟人打架了？男的女的？对面可是身高1.9米，体重200斤的大汉，还拿过省奖，被我一个左正蹬，一个右边腿就打倒了。哼，惹是生非，和男孩子打架也不怕人占你便宜。家里有可爱妹妹的都知道，做哥哥最怕的莫过于妹妹被人霸凌，而我的妹妹却异于常人，不仅帮小妹打败了黑带9犯的校霸，放假回家发现猫不在后，竟还想对我动手。谁让他一直纠缠于呢？还在我面前搞校霸那一套。他当时还想偷袭我，我直接一个猴子捞月，就把人打得生活不能自理。谁能占到我便宜？方圆哥，你能帮我一个忙吗？什么忙？帮我打败我姐姐。什么意思啊？不会是比武招亲吧？鱼，我们说好的，我能解决的。但是我姐姐真的很厉害，我找过很多人，连退役的3大职业选手都被她打败了。圆圆是我见过打架最厉害的女生，那叫出圆圆的方圆哥一定也很厉害。我想多一层保险，希望方圆哥你可以打败我姐姐，当然这不是无偿的，多少钱我家都愿意出。连散打的职业选手都打不过，我就更打不过。还有就是理由，为什么你要打败你姐姐？你们关系很差吗？还是她欺负你了？都没有，姐姐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走失了，家里人找了好久，最近1年才找到姐姐。她这些年一直在流浪，而且拒绝和我们认亲，但她设下擂台，给出条件，那就是只要能打败她，她可以答应击败者一个请求。他姐姐这是什么脑回路？感觉这件事有古怪，打败他什么的，肯定不是解决家庭矛盾的关键。就算真打败了，估计一家人见面冷着脸，也只会相看两厌。那当年你姐姐到底是怎么走失的？不清楚，那时候我还小，只有7、8岁。这家伙到底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？反正自己已经提点过了，也算尽力了。抱歉，我真不会打架。还有方圆，你也不许去打架，不然我告诉大哥。哼，你怂就直说，为姐妹两肋插刀，是我方院做人行事的准则。就算大哥来，我也不怕。喂，大哥。卧槽，二哥别呀！随即方圆赶紧扑上去，抓着哥哥拨通电话的手。萧炎，什么事？没事，大哥，我找二哥玩，给你打电话报个平安。二哥，你真不要脸，就会打小报告。那你还去不去
接着方圆看了看一旁一脸沮丧的肖荣仪，去，我这是为了我姐妹的家庭，你打给大哥吧。从今以后，我不认你这个小人二哥了。哼，这小丫头还挺有义气。大概什么时候去挑战？我也过去看看。我们计划下周去挑战。对了，你姐叫什么？我姐姐叫潇潇，周围人还给她取了个外号，叫桥洞公主。二哥，你到底把猫猫送给谁了啊？咱们要回来好不好吗？猫已经是别人的形状了，别想了。帮你叫的车也到了，赶紧回家写作业去。随后失望的方圆和他的好姐妹无奈地坐上出租车离开了老家。赶走妹妹后，方圆整理了一番，便去到凯撒宫应聘。您好，先生，请问是有预定吗？没有，我叫方圆，我是来应聘的。请问面试在哪个地方？在这边，方先生，我带您去。接着，方圆跟着迎宾小姐姐的带领来到3楼，看着总经理室的牌子，不由得一愣。总经理面试。还没等方圆询问，迎宾小姐姐便敲响了房门，请进。王经理，方圆来了。方圆走进办公室后，看到地板上躺着一个小纸团，突发冥想，这不会是录用通知吧？这剪还是不剪呢？不愧是大小姐看上的人，对着地上的一张废纸团都能展开深层次的思考，高端人才必须录用。你好，方圆，我是凯撒宫的总经理王修。我原以为去面试月入过万的工作应该有很多人竞争，不料刚去面试，竟直接被秘书带进总经理办公室私聊。您好，王经理，我是来面试的方圆，请问这个入职是有什么特殊的条件吗？一般来说，这样的底薪应该不太符合市场的期望水平吧？现在是颜值经济时代，对于一个如您这般长相俊逸的人，这属于正常薪资。好吧，但是有一点我还是要事先说明一下，我是不会去坐台当演员的。放心，演员是另外的价格，我们凯撒宫主打的是正规和高端，不会强迫任何员工。如果有客人对服务生动手动脚，我们也会严肃处理，请尽管放心。面对王修语气中的坚定，让此时的方圆对这份工作的可信度多了几分。在方圆签下了名字后，王修便叫来了一个领班。那方圆，你先下去和书明学习一下，到营业时间就正式开始工作吧。好的，多谢王经理。这里是休息室，也是演员们排队的地方，我们也可以在这休息，不过最好不要耽误了工作。休息室很大，方圆目光扫过，有些惊讶，有打扮像白领的，有打扮像老师的，还有穿着旗袍拿扇子的歌舞队，但无一例外的是很性感。而一众女生看到门口的方圆，不由得眼睛一亮。舒经理，这是新来的演员吗？叫什么名字？过来坐一下。他是新来的服务生，不许随便勾搭人家，更不许拉人家坐台，记住了吗？哦，知道了。方圆，你先在这里休息，等会我们会分发任务给你。还有就是小心点这里的女生。随后方圆便找了个角落坐了下来。我操！帅哥，处 CP 吗？不处，谢谢。大小姐，道具人员齐备，人也已经招到了，现在要把他喊过来了。不着急，先等一会，太早会让他引起怀疑，先让他招待几个客人，再引来我这。方圆，你不是号称3000号国际刑警追杀，双手插兜不知道什么叫做对手吗？那这区区几十个壮汉，对你来说一定没问题吧？对了，修叔，最近厂子里没什么事吧？嘿嘿，没有，大小姐，一切都好，没有人闹事，客源也很稳定，凯撒宫算是在新都站稳脚跟了。现在其他帮派学聪明了，不会明着搞事，但也一定要小心些其他手段，尤其在演员这一块重点注意一下，别搞成提供卖淫交易场所，把自己给弄进去了。是，大小姐。妹妹这是恼羞成怒了吗？找几10个人对付一个方圆，这脾气真得改了。当我为刚入职工作而感到高兴时，不料基于我每个人都不爽，还好自己刚正不阿，才躲过一劫。还是出手拦一下吧，也好给方圆留下个好印象，再把他带到我们的世界。今年正是沈月月的哥哥沈天成，之前他特地找人调查了方圆的资料，十分清白的家世。而在沈天成看来，方圆的清白反而是自己最好的庇护所。只要带方圆见识一番社会的真相，我相信他会选择加入沈家的。方圆，777号房，麻烦你端份果盘去服务一下，垃圾我去倒吧。好的。这些特殊数字的包厢，听书迷说大部分都是单挑房，来的客人基本也都是老手，还非富即贵。下去换一批。这声音怎么有点耳熟啊？方圆放下果盘后，往沙发上的顾客方向瞥了一眼，便赶紧低下了头。我靠，怎么哪里都能碰到这女流氓？哼，王经理，这批质量也不太行啊！你们店里还有没有其他演员？这么大的场子，一个能看都没有。实在抱歉，客人，刚才已经是我们最后一批演员了。哦，不对啊，我看这小伙子就不错，让他留下吧。沈小姐，他是我们这里新来的服务生，可能没办法陪您玩。哼，是这样吗？好吧，那你们这凯撒宫我以后就不来了。
沈小姐，您稍等一下，我和他商量一下，马上就好。接着，王修拉着方圆走到一边，面露无奈。方圆，很抱歉，你第一天上班就遇到这种事，我也不清楚洛小姐为什么就选定你，但她是我们这里的贵客，而且每月单人消费基本在100万上下，还不算上她拉过来的那些朋友，我们实在损失不起。能不能委屈你陪沈小姐玩玩呢？王经理，我之前都说好的，不会去坐台的。这我也实在没有办法，我会跟沈小姐说明情况，她不会对你提太过分的要求。如果你觉得有任何为难，可以直接拒绝她，你看这样如何？可我也不会演员的套路，我怕得罪她，反而更加得不偿失。沈小姐平时还是很随和的，以前来的时候也没有投诉过任何演员。要不这样，本期沈小姐的消费，所有的提成都是你的，如何？此刻的方圆神情挣扎。答应的话，面对这个女流氓，指不定我会出什么事；但如果不答应的话，估计又要被辞退，下个月房租怎么办？算了，忍耐一下，她总不至于天天来搞我吧？行吧，我去。委屈你了。随后，王修在沈月月面前说了几句话，便笑着退下，而方圆则身体僵硬地站在 K 歌台附近。方圆，你坐啊。说起来真是巧啊，在这里都能碰到你，你说我们这叫不叫做缘分？别紧张嘛，我这个人一向大度的很，从来不记仇。来，把这瓶啤酒干了。之前的事大家就算翻篇了。抱歉，我喝不了酒。也行，那你过来坐一坐，总可以吧？一旁的方圆无奈，慢慢来到沈月月旁边的位置，还特意留了一些距离。离这么远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要占你便宜似的。沈小姐，我刚来不久，可能放不太开，请你见谅。这里的每个演员都跟我说，他们刚来不久。方圆，表演个才艺呗。我原以为夜店工作面试成功后面就会是一帆风顺，谁知服务的第一个客人竟是相亲的捞女，甚至还当面要我把一瓶啤酒给炫了。抱歉，我不会。OK， 也行，那来玩几场吧。抱歉，赌博违法，而且我也不会赌。你这也不错，那也不错，我是过来消费的，不是来做慈善的。而且我们是玩游戏，不是赌博，咱们不赌钱。行吧。咱们玩扑克，赌注是脱衣服。这是正常赌约吗？违反公序良俗，影响不好，不赌。你怕了？对，我怕了。放心，凯撒宫的包厢没有摄像头，现场就你我2个人，这件事传不出去的。而且咱们不赌太过分的，赌到谁剩下内衣就停。扑克牌是 RFID 射频识别芯片牌，你输定了，方圆。按这个赌法，估计这家伙早就动了手脚。不赌。还挺刚烈的。我懂了。随后，沈月月一脸恍然大悟的模样，慢条斯理的喝了一口啤酒，朝方圆脸上吐去。崩溃了，我真的崩溃了。方圆，你莫不是个 gay 吧？沈小姐误会了，我不是 gay。没事，我理解。来说说你的事，有几个男朋友？平时是1还是0？LBO 你是哪一类？沈小姐，我真不是 gay。就我们2个人，你这也不玩，那也不玩，总得跟我聊聊天吧？我有点好奇，跟我说说，你一般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熊圈那种吗？是幼熊还是毛熊？平时都是怎么个姿势？混不混字母圈？要不要我点个男的陪你一起玩？方圆面对沈月月一连串挑衅式发问，心中压制的怒火慢慢上升了起来。扑克的千竹他不是不会，但问题是对方开科技了。沈小姐，我最后说一次，我不是 gay， 我也不会跟你下这个赌注的。如果你想继续玩，画乌龟就挺好。我靠，这样激将都不行吗？这家伙简直比王八还能忍。接下来的扑克游戏中，方圆也没出钱，一把接一把的输，脸上乌龟都快画满了。这个真没意思，好想摸腹肌啊。话说我身材也不赖吧？这家伙就一点欲望都没有吗？没意思，不玩了。你这个人真无趣。是的。你再去帮我拿一份果盘过来。好的。方圆起身离开后，沈月月正思考接下来该如何戏弄方圆，不料手机突然传来震动。彪哥，又遇到昨天那个女流氓了，非要脱我衣服，实在是太变态了。还好我意志坚定，没有让她得手。沈月月看到方圆的消息后，顿时气得心肌梗塞。喜欢喊我女流氓是吧？那也不整前戏了，直接上大菜，准备动手。洗手间，方圆将脸上墨水冲洗干净，去厨房端了份果盘，正要往回走，就在此时，一名女人忽然拦住。方圆，你大哥方正在里面，情况不太好，你确定不进去看看吗？你是谁？你怎么认识我？没想到过了1天你就把我忘了。再次重新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李诗雅，艺名柳如烟，你也可以叫我如烟。方圆顿时呆住，脑海回忆起咖啡店里那个扎着丸子头的可爱女孩形象。这可真是士别3日当刮目相看。现在不是谈论这个的时候，你确定不进去看看你哥吗？不对，我大哥从来不会来这种地方，而且李诗雅找我的目的是什么？正当方圆还想问什么时，李诗雅却是转身就走。如果你有时间，就照着明信片上的电话打给我。谁敢信？我第1天上班竟遭顾客的男同倾抢询问，但当我以去洗手间为由，
以为逃过一劫时，不料下一刻将要发生的事，竟让我无地自容。我操，这他妈就是大哥呀！在方圆眼里，大哥方正平日挺拔硬朗的身姿，如今却变得妖娆妩媚，而且还一副享受其中的样子。方圆感觉世界观都崩塌了。我的高冷禁欲男神大哥呀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在 KTV 里跳骚舞，嫂子知道吗？不对，大哥状态不对劲，必须赶紧带大哥离开。嘿，你看什么呢？把果盘端过来。此刻的方圆没心情上班了，直接将果盘丢到茶几上。你特么一个服务生，叼什么叼呢？方圆没有理会，径直拉过大哥手腕带他离开。大哥，是我呀，快醒醒！可方正像是没听见似的，依旧对着方圆发情。不对，大哥这是被下药了。当方圆正要带着方正离开时，只见门口处堵了6、7个人。把人给我放下！这是我大哥，快让开！这方正的家人怎么在这？那计划岂不是？我管他是你大哥二哥，他是我们点的人，我没让走，就是天王老子来，他也走不了。而另一边777号包厢内，几十个壮汉西装革履，背负双手，戴着墨镜，整齐划一排列着队伍。方圆这混蛋怎么去了这么久？他该不会察觉到危险跑了吧？王修，帮我查查方圆现在在哪。大小姐，方圆刚才进了633号包厢，现在还没有出来。哼，走，出发，揍人！此时的方圆一脸烦躁，如果是他一个人，开揍就完事。但方圆大哥在这里，一旦闹起事，被扭送治安所，对方正的声誉也会造成影响。不料这时的方正从后面攀上方圆的腰身，滚烫的喘息声子烧着方圆的头。我操，大哥，你别这样！听选热难受。方圆拼命推搡着，而对面几人看着眼前一幕，一脸邪恶的坏笑，便拿出手机想要拍摄。方圆呢？冲进来的沈月月目光看向配歌台，却见方正正抱着方圆感情，状态火热。而此种场面对沈月月幼小的心灵产生了核弹爆炸般的冲击。方圆，你还说你不是男童？滚蛋！这他妈是我哥呀！你居然还和你哥搞，你这是乱伦啊！拜托呀，你看清楚点，我哥被人下了药。一旁的沈月月愣了一下，看向一脸迷离、神志不清的方正，眼神顿时冷了下来。大小姐，现在动手吗？嘿嘿，罗大小姐，你敢在凯撒宫里弄药？你爹没教你死字怎么写吗？这间包厢里的客人，我需要见到他们躺着离开凯撒宫，明白吗？走，换个房间，我给你们叫医生。沈小姐，我是刑督法院。恶心，这个人你们给我照顾多一点，还不快走！你们俩就不能分开消停会儿吗？我哪有办法呀？此时的方正把方圆认成嫂子，甚至那玩意依旧比方圆。要不是他是我大哥，我特么一拳就下去了。不一会儿，沈月月叫的医生来了。医生检查一番后，对着方正后颈施了几针，方正也慢慢消停了下来。治好了吗？大小姐，刚才他们那药我也看了，主要作用是致幻和催情，成瘾性小。我帮他梳理了一下血液循环，度过这一段时间，好好休息一阵，这位先生就无大碍了。多谢大夫。先别着急谢，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这药吧，药力有点猛，这位先生还处于致幻阶段，在性刺激下，下身器官会一直处于充血状态，如果一直持续下去呢，难保不会受损。大夫，可有方法救救我方家子孙？目前他下身还处于正常生理充血，有2个方法可救，一是让我对着他的下身器官施上几针。我选二。